俗话说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那为什么这帮知了不能起晚一点呢？它们不就能活的时间长一点的吗？你们说是不是？这里还有一只，就因为起得太早了，所以注定要被鸟吃。抓回去喂小燕子吃，多好的美食啊！其实这么大的知了它是吃不了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然后给它吃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家伙现在有点瘦？昨天第一次飞出去就飞丢了，然后到了今天早上，我听到它在草丛里面叫，才把它找出来。饿了一天，居然没有死，然后还被我找到了，也是缘分。所以说我这几天要给它抓各种昆虫，给它补一下。过几天稍微好一点的，再带它出去飞行，应该问题是不大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休息那么10分钟20分钟，我再出去找个虫子。这个季节别的不多，虫子是真的特多。这不又找到了一个，也就10多分钟的时间，它又饿了。现在这个阶段它是不会自己吃的，食物放在嘴边它都没反应，就等着我们喂它嘞。来，直接塞给它。又抓到了一个蛐蛐儿，感觉这个家伙永远吃不饱一样。这个阶段的确是这样，长身体的时候，这一下应该吃饱了。然后他今天特别想出去，我怕他又飞丢了。等他再恢复几天，咱们再带他出去练习飞行，然后慢慢的就可以放生了。所以说这个季节被我碰到的虫子，那一定是和我有特别的缘分，必须要把它们带回去，让他们做出贡献。又一只。总之咱们现在只要是有时间，不是在抓虫就是在抓虫的路上。哎，这个家伙还是活着的嘞，不过这玩意儿我们不需要，你走吧，对你没兴趣。咋了咋了？追了一只猫追到树林里面去了，很了不起是吧？还在跟我炫耀嘞。刚刚把一只黑猫追到树林里去了，然后过来就，你小子想亲我是吧？还好没亲到。追的一只猫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特别高兴，好像要问我要奖励一样。也就跟着我的时候，它胆子比较大。平时我听邻居说，经常有猫欺负它，它都不敢反抗。这狗子真的有点狗仗人势哦。你一直盯着我干啥呀？还舔舌头，该不是想吃我吧？今天我没有给你带吃的，等会儿回去给你搞点火腿肠，奖励你一下。走吧，回家去。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一只猫，嘿嘿，哎，你怎么跑了？火腿肠不想吃了？这只猫好凶啊！顶住压力，不要怂。要不是我在这里，狗子早都吓跑了。算了算了，别找了，找到了你也不敢动它。挺会装的啊，还在到处找猫。猫我都看到了，它假装没看到，当着我的面演戏嘞。这猫不在这里吗？那一只猫刚刚从这里跑了，我一看，我之前挂的葫芦掉了，铁丝断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现在鸟的繁殖季节过了，它们也用不上，带回去晒干，等到春天继续挂。又发现了一只猫，这一天跟着我出来好忙哦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猎犬呢，实际上它特别温顺。回来了回来了，答应给你搞点吃的，你在这里玩一会儿，我去找找还有没有火腿肠，顺便把葫芦放到这里晒干。过段时间把这些葫芦的籽儿给掏了，找个地方挂起来，明年让野生鸟繁殖。回来，回来！这狗子闲不住啊！我就回家几分钟，它就跑了。你的狗腿子跑得可真快哟！来，答应你的火腿肠。好像有3、5天没给它吃火腿肠了。
都开始从我手上抢东西了。这一根吃下去好像不顶用啊，等一会儿给你搞米饭吃，然后里面再加点火腿肠。不急不急啊，你先去玩吧。这就是我们家狗子下午要吃的饭，米饭加汤，还有骨头、瘦肉之类的。晚点再给它喂。这狗子最近的饭量特别好，明显长胖了一圈，希望越来越胖。以前我就养了这么一只鸽子，天天放着在。后来它凭实力自己拐回来的一只母鸽子，别说真的挺好看的。于是它们就开始了繁殖下一代。从此以后，家里的鸽子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它们仿佛就像克隆出来的一样，都是一个颜色。我都不知道我已经送人送了多少了，而且这一对你们看一下，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。重点是它们两个又组成了一对，正在繁殖。所以说我现在要给它们配一个其他品种的鸽子。前段时间别人不说送我一只淑女鸽吗？送鸽子的大哥让我等1个月，结果他真的放我鸽子了。开个玩笑啊，其他的原因我也等不了了。于是这2天我自己弄了一只仙女鸽，和淑女一字之差，不过长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。品种不一样，但是效果是一样的。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家鸽子的基因，不能每一窝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我都已经分不清它们谁是谁了。抓鸽子之前，先把我口袋里的饮料带回去，以免跑飞了。来，给我喝。给你吧，反正我多得很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可口可乐，畅爽带劲，气泡十足。这6瓶还不到9块9，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，好吃又便宜。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而且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了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，就在评论区，先到先得哦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在老鼠堆里面繁殖的那一只母鸽子给抓过来，每一次也繁殖不出小鸽子，所以说干脆重新给它配个对吧。这几只都不是，老鼠堆才是它们的最爱。果真在这里发现了一只，没看到那一只母的啊，该不是又下蛋了吧？赶紧去看一下。还好，窝还在，但是没有下蛋，到处都找不到它呀。回家的时候发现它在家里面偷吃鸽粮。这小伙子话不多说，直接把它们关进去，让它们培养一下感情。预计10天左右再把它们放出来。希望这一只新来的鸽子不要跑路了。这一只母鸽子自由自在惯了，关一下它好慌啊，委屈一下你哦。和它一起在老鼠堆孵蛋的公鸽子还试图把它带走嘞，可惜你们的智商在一起有点不合适。好了，现在让它们熟悉几天，然后配对繁殖吧。我就特别好奇，身上只有几根红色羽毛的鸽子，怎么后代全是红色的鸽子？太不可思议了。这货今天有点激动哦，刚才不停地攻击这个葫芦，今天我准备把这些葫芦全部都锯开，过几天就挂上。他可能以为这个葫芦是我的手，所以他不停地攻击。我可不想听你这个大嗓门。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最近他真的是异常的激动，我走到哪里他追到哪里。这些葫芦全部都晒干了，今天锯开，全部掏空，过几天找合适的位置挂起来，给户外的小鸟繁殖。这个葫芦就不给小鸟做窝了啊，唯一的一个，我舍不得啊。很多人说没见过葫芦里面是什么样子，这是我去年锯开的，放在户外小鸟筑巢了，然后冬季葫芦掉了，我又捡回来，今年继续挂。就从这一个开始，听一下，里面都是葫芦籽。给没有见过葫芦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小伙伴看一下，里面都是葫芦籽，今年又可以继续种了。给户外的小鸟筑巢，里面的空间一定要大一点，所以说必须要晒干。晒干之后，它壳跟籽都分开了，现在就可以了。内部空间很大，口特别小。这是第2个，这个口有点大。这个里面的空间比较大，所以看的就很清楚了。完了，这个古董被我用坏了，我要重新去换一把锯子。用这玩意儿继续。好了，基本上全部搞定。这又省了多少钱呢？自己动手自己种。
这么多葫芦籽，今年全部种起来，最少有100-200个葫芦。最后这几个有点小，留着给10姐妹珍珠鸟做窝吧。这2个是被老鼠给祸害过的，这一个你们说怎么弄比较好啊？割开吧，又有点舍不得。这一个有点歪，就留着给10姐妹做窝了。直接一锤子砸个洞，10姐妹做窝正好合适。这个葫芦籽留着，今年继续种。喜欢养珍珠鸟的看一下这个葫芦，给它们做窝，是不是特别好？又好看又省钱。之前很多人问我要葫芦籽，送过的就送了，没有送的就不送了啊。主要是不划算，快递费要10多块，网上你买的话也就6块钱。所以说你们还是自己买吧。这个葫芦孔我开成这个样子，挂在户外给大山雀做窝，它们应该比较喜欢这种环境，但是不能淋雨。这几个全部给10姐妹珍珠鸟做窝，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大。好了，全部搞定，全部搞定。大概就这几天，我去户外找合适的环境，全部挂起来。上一个视频我说要好好的感谢一下给我帮忙的小老鼠，这不，今天就准备了。老鼠特别聪明，只要是这个笼子抓到过一次，后面基本上抓不到了。所以说今天我搞一点香水，给这个笼子喷一下，香香的，变了个味道。这样的话，把它们请过来的概率应该比较大一点。好了，等一会儿里面放点食物，如果抓到它们的，明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放生小老鼠的。大家还记得2个月之前我孵化出来的这一只小鸡吗？养了一段时间之后被老鼠给咬了，所以说一直放在保温箱养伤。等到它刚好的时候又得了呼吸道感染，所以说一直在治疗，导致它长的速度也很慢。现在终于治好了，你们猜一下它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这就是2个月之后它的样子，感觉越来越丑了，应该是一只小母鸡。别看它现在躺在我手上特别乖，实际上它特别怕人，放到地上根本都追不上。因为它连续生病，所以说也影响了放生的速度。目前来说外面天气比较冷，食物也不好找，最近也在考虑要不要给它放生，还是说明年开春之后再放。其实我对这个家伙是没什么感情的，因为它一点良心都不讲，说跑就跑了。刚刚从我手上飞到地上之后，我已经追它追了几个菜地了，只能远远的看着它，一靠近它就跑了。看一下有没有1斤半，追了它几个菜地，这是我离它最近的一次，一定要小心翼翼的。它特别喜欢吃玉米，我去给它整一点吧。给它拿玉米之前，我先上个厕所。最近囤了不少纸，感觉还挺实用的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德佑洋甘菊湿厕纸，纸巾厚实，用起来滋润又温和，这一包不到9块9，真的很省。还有这些也都是我在抖音商城挖到的宝贝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，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好物，评论区链接在就有机会抢，限时限量，快入手吧。这是他的最爱呀，可惜喂他吃他都不敢靠近我，躲得远远的。我把玉米丢到地上，然后我走开，他马上就过来了。所以说啊，这玩意儿真的是一点感情都不讲。不过我能服他吗？肯定不服啊，毕竟是从蛋开始孵化的，我想把它抓住还是很容易的。逮到它了，我就不信这家伙在我手上，我拿着玉米他还不吃。来来来，小伙子，这个玉米很好吃的，没有毒哦，不像别人菜地里面放的玉米都是有药的，我这个没事。哎呀，这家伙比我还倔强啊，就是不吃。来啊，小兄弟，给我一点面子。要不是考虑到现在山上的食物不好找，加上地里面很多都有药，我就真的给它给放生了。但是目前有点不合适，放生之前一般的我都需要先做野化训练。这家伙因为连续性的生病，所以说野化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少。最近吧，别人都在种菜，放出去他就到处吃别人的菜，所以说有点不合适啊。我说嘞，这个素郎吃的这么鼓，原来是不饿啊。明天我再试一下。最近他的病也是彻底好了，所以说我每天会没事放他出来溜达一圈，
就是有点不好管控啊。等到野化好了，明年开春，到时候直接把它给放生了。都有人建议我直接把它给煲汤了，我是舍不得，下不去手，还是把它给放生了吧。以后好多人都说黄花的玄凤鹦鹉是比较蠢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这玩意儿比那个玄凤鹦鹉还要蠢100倍。它在这个地方站了1个多小时了，我拿脚踢它，它都没反应。这是别人送我的白色的魔术鸽，我是不想要的，觉得这玩意儿实在是太蠢了。之前我就养过一次，最后因为去池塘里面洗澡淹死了。这是第一只在池塘里面淹死的鸟，所以说特别蠢。这一只也差不多，特别笨，它对任何动物都没有一点点警惕性。我们家养那么多小动物，近距离都特别怕狗子，看这家伙是一点都不怕呀。把它丢到狗子背上，它都不知道飞一下的。实际上它的飞行能力还是挺棒的，就是不愿意动。来，狗子带它走2步，看一下，它都不愿意动一下。哎呀，所以说把它放在外面我都不放心呐。这就是为啥别人送我都不愿意要。遇到猫它也不怕，见到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不过这只猫目前比较小，没有什么杀伤力，风险系数很低。也就这2天天气比较好，把它给放出来了，让它在外面溜达一圈，熟悉一下环境。跟着我另外几只魔术鸽，现在还好，飞出去也知道回来。就是这个智商实在是太低了，一点警惕性都没有。站这里和其他的几个兄弟好好学习一下警惕性。别看我这灰色的魔术鸽是从小养的，看起来傻傻的，实际上警惕性特别高。我一伸手马上就跑了，被果冻咬死的那一只纯属是意外。就这个警惕性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就这玩意儿不管是在哪里，只要是你一伸手马上就可以把它抓到。别看它这么傻，吃东西挺积极的。这个素狼任何时候都是鼓鼓的，所以说挺胖的。我刚才不是给它放到这个位置吗？另外一只魔术鸽已经飞走了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等了这差不多有大半个小时了，我出来它还站在这个位置，和乌龟一样，都不愿意动一下。所以说这就是为啥别人送我都不愿意要。要不是想着家里还有几只魔术鸽能带一下它，我都不愿意接手这玩意儿。重点是别人还送了一对，看还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有点笨。因为我比较喜欢散养鸟，所以说也挺担心的。晚上天快黑的时候，它和其他的魔术鸽上树了，它们每天都在树上睡觉。这一只刚刚都差点睡着了。看一下树上还有好几只魔术鸽，每天都在这里睡觉。你小子小心点啊，明天就把你关起来了，不然的话我都怀疑猫给你抓走了，你都不知道反抗一下，太傻了。前2天我听说别人在山上捡了很多的野生菌子，于是我今天也过来了，结果我啥都没捡到。这玩意儿倒是挺多的，但是又不能吃，看来今天的野菜是没有着落了。我出来的时候还拐了2只鸭子和我一起，别说还不错嘞，都没跟丢，一路跟着我。这一会儿估计是跑不动了。这只母鸭子这几天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，一天到晚都在叫，特别吵，所以就把它给带出来了。为了稳定母鸭子的情绪，我把3号给带出来的，只要有公鸭子跟着，它就不会丢。而且它们还没有开始下蛋啊，所以说啊，要鸭蛋的不要急，休息一会儿啊。你们怎么提前跑了？这几个家伙可能想提前回家了，都不等我的是吧？看这个状态，应该是想回家洗澡了。休息2分钟啊，马上回家给你们用大澡盆，让你们好好洗一下。鸭子休息的时候，我待这里也挺无聊的，所以说刷一会儿抖音。哎呀，就刷了几分钟就没网络了，可能是因为月底手机欠费的，是时候该充话费了。刚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的话费券，充值快秒到账，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点评论区就能随机领1到4元的话费券。现在有官方补贴，每月限领1次，月底该充话费的领券充更省钱，抓紧去评论区看看吧。回家的时候他们跑得可快了，都不带等我的。真的要是跑起来，你们跑得过我吗？
我就随便跑了几步，他们就拼命的追我，腿比较短，看我走的山路特别窄。走了，先把他们给带回去。终于要下山了，回来之后天都要塌了。据说我把3号给带走了，剩下的几只母鸭子叫了几个小时，你们听一下，这个叫声太恐怖了。放一点水给3号洗个澡，然后我去把那一只叫声最大的鸭子带过来。就这一只小母鸭叫的是最猛的，你抓紧时间赶紧下蛋啊！你这个叫声我有点招架不住啊。放在一起让它们洗个澡，等一会儿就把它们关起来了，免得没有公鸭它们一直叫。然后最近因为种菜的原因，所以说放的也比较少。过一段时间菜都长好了，到时候把它们集体放出来。对的，都还没下蛋，所以说不要问，以后有了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洗完澡把它们关到一起，瞬间安静了，给它们搞点饲料。最后再过来摘2个柿子喂小鸟吃，这树上的柿子都快没了，摘2个吧。兄弟们，谁家有漂亮的公鸽子，给我整一个，招架不住了。我家的鸽子孵化出来的小鸽子青色，全是红色的，没有一个其他颜色的。上一窝的2只都这么大了，清一色的红色，要不是都送人了，现在我家有几十只同款鸽子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一只公鸽子给换掉。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说这一对鸽子在老鼠堆里面繁殖吗？都这么久了，我怀疑这蛋是废蛋，等一会儿看一下，因为长得都差不多，我现在都有点分不清了，这是哪一只啊？摇手，哎，那就是比较亲人的母鸽子，这一只我要留下。现在把这2颗蛋带回去做个产检，看一下啥情况了。这环境我招架不住啊，周边全是老鼠屎。不过因为是散养的，他们自己选的环境，我也没有干预，没办法。大兄弟，赶紧让开哦！我一拿蛋它就咬我。我只是帮你们做个产检，没事啊。你出去玩一会儿。看这环境真的是危机四伏啊！周边我还下的有老鼠夹，不过开关都关了。他们自己叼草在这里做的窝，刚把蛋拿出来它就过来了，应该孵化了有10多天了。用手电筒照一下里面什么情况，看来的确是没有受精，我就知道是废蛋，因为拿在手里重量都不一样。一般正常情况下孵化到第3天第4天里面血丝都特别明显的。废了，早知道下完蛋之后我就给它洗一洗煮着吃了，那不香吗？这又浪费2个鸽子蛋，放在这里等母鸽子过来看最后一眼就把它们给丢了。母鸽子已经过来了，它好像还认识它的蛋呢。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你这是假孕啊！看看吧，马上就丢了。然后谁家有多余的漂亮的公鸽子啊，给我整一个。我这不能每一次繁殖出来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基因强大到让我头痛，每一窝都是一模一样的。现在把这2颗蛋丢了吧，最近要抓紧时间给这只母鸽子找一个其他品种的。今年的这2只小八哥脸皮是真的厚，你不管弄个啥它都要过来看一下，胆子特别大。看我把蛋给丢了，它们终于不进窝了。等着啊，我抓紧时间给你再找个对象。别急，你们几个是真的没救了，一天吃的喝的都不愁，天天怎么就喜欢对我这几颗多肉虫？这都咬成什么样子了？本来我这多肉长得都特别好，之前还有粉丝问我种的这么好的秘诀是什么，我都说了1个星期换一次，现在我都懒得买了，不够他们破坏的。这一天天的不是八哥就是丝光，要么就是鸽子，他们排队在这里破坏。这个花盆以前是什么花我都不记得了，都被他们破坏了。现在每天倒的小鸡饲料就是为了防止他们破坏其他的花，好像也没啥作用。而且最近这2只小八哥拐了几只野八哥回来了，天天在这里一起搞破坏。不过那几只野八哥胆子特别小，看到人一靠近马上就飞走了。哎，这八哥你怎么不跟着他们一起跑嘞？搞点面包虫把他们带到山上去，让他们多见见世面，不能老在家门口搞破坏呀。这个八哥是很容易被我拐走的，因为他特别贪吃，丝光就不一定了啊。
这几只丝光警惕性还是挺高的，看一下吧，能拐走几只是几只。哎，怎么突然飞走了？刚我看了一下，有一只猫把它给吓到了。你们这几只丝光，我现在也分不清谁是谁了，到底有几只啊？这一只在后面搞跟踪，刚我又看到了一只。走，继续带八哥。看看，又有一只丝光跟过来了，基本已经确定了，就拐了一只八哥，一只小丝光。走，继续上山。这都是干侦探的好苗子啊！稍微在前面等他们一下，马上就飞过来了。特别这货稍微近一点，它翅膀都不用了，就在地上走来走去，特别搞笑。好啦，到山上啦，你们看一下，这多么好的地方啊！你们自己也不知道飞过来，哎呀，天天就在家门口搞破坏。你说你跟过来，这不是多余的吗？面包虫你又不能吃，最后咋整呢？他们两个在这里玩的特别开心，狗子就躺在这里睡觉，太无聊了。我们狗子对2条腿的小动物没啥兴趣，这要是换一个4条腿的过来，它能高兴的起飞。再往山上走一走。你又过来干啥哟？这里又没啥好玩的。站前面当个保镖，让这2家伙好好在户外活动一下。本来我还说把他们2个丢到山上，然后我就悄悄回家的，结果刚刚丝光自己飞走了。我预计是已经回家了，就剩这个八哥了。完了，刚说完这个八哥也飞走了，呵呵，这下好了吧？就剩我们2个了。我们俩没翅膀，只能走回去了。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他们2个，但是猫看到2只，布丁赶走了1只，这里还有1只，又被布丁给赶走了。看吧，回来之后他们2个已经回来，在祸害多肉了，没辙，还说把他们带到山上去丢了。哎，看来不能1个星期换1次鸟，只能1个星期换1次花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狗子，想吃东西吗？来，过来，给你搞一点你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。中秋节没有吃完的月饼，据说今年的月饼都没人吃了，是真的吗？我一直觉得月饼还挺好吃的，看这个颜色就挺好吃的。我先来一口。哎呦，这味道还可以啊，味道还不错，又来了一口。剩下的给狗子吃，狗子不吃，给隔壁的猫吃。隔壁的猫是闻到味儿了是吧？我一说要给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。来试一下，看狗子有没有兴趣。这么好吃的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干2口了。还是这个猫不挑食啊，给它马上就吃了。谁说这个月饼不能吃的？看我和猫吃的多香。给你的时候你不吃，人家猫吃的时候你还在旁边流口水。来，你吃你吃，我就不信了，狗子连月饼都不吃。它好像觉得有毒一样。算了吧，让猫吃。那个猫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来他们对这个月饼都没啥兴趣啊。等一会儿给果冻试一下。今天早上太阳挺不错的，好像升温呢。看他们俩玩的多开心。今天还没赶喂吃的嘞，马上去搞点火腿肠给狗子吃一下。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别喜欢吃那个鸡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给它吃1次，不然的话养不起啊。这火腿肠它也不吃，等会儿给隔壁的猫吃吧，猫怎么也不见了。然后再搞个月饼给果冻试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月饼连果冻都不吃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我吃起来味道还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们这一个个的现在生活过好了是吧？连月饼都不吃，算了吧，放这里让蚂蚁吃，要不是狗子舔过，我就把它给吃的。其实味道真的还可以哦。今天天气挺不错的，找一个好的地方试一下前几天我在山上砍的那一根鱼竿，钓鱼怎么样？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鱼。刚过来就发现这个位置有人下地笼子，扯上来看一下有没有鱼。
我还准备在这个地方钓鱼嘞，结果有人下笼子，估计不好钓，一条都没有，还是给它放进去吧。不管了，就在这个地方试一下，我就不信钓不到鱼，我从来没有空军过。就用我上次在山上砍的竹竿，然后漂的话是泡沫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钓得到。因为出门的时候没挖到蚯蚓，所以说搞一点钓鱼的饵料试一下，直接开整。好像有鱼在扯漂，但是不是很明显，先观察一下。怎么没有动静呢？扯起来看一下。哎，怎么上来一条鱼呢？也不打声招呼是吧？这应该是白条吧，有点小。为了钓鱼，我还专门买了一个装鱼的，打点水，先把这个小家伙装进去。也不知道是鱼太小了，还是漂太大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把漂搞小一点，继续钓。漂还是没反应，扯上来一看，又挂了一条，我还以为没有饵料了。这不，又来了一条，都好小啊。漂再改小一点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毫无钓鱼体验。终于有点动静了，上来一条，还是这么小嘞。又来了一条，这鱼也太小了吧，都是迷你版的，我怀疑大一点的鱼都被别人抓完了。漂沉下去了，没钓到。又来，哎，没有啊。哎，这是第一次漂被扯下去，拿了一条鱼上来，还是这么小。哎，不钓了，都是这么小的，一点钓鱼的感觉都没有，而且也不来一点其他品种的鱼。这就是刚刚这一会儿钓的，太小了，主要是这个漂啊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哎，钓着没意思，都给他们放了。这个鱼啊，太小了，全部都是迷你版的，还不如我前几天抓的大的。全部回家去吧，不要了。收竿，下一次买一根鱼竿过来钓鱼，看能不能钓一点别的。哎，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跟个间谍似的躲在后面，不知道他啥时候来的。走了，把他带回去。他可能等着太无聊了，看这一会儿知道我要回家了，多高兴，直接自己提前跑了，肯定在前面等我。回家去，有空了整根鱼竿继续钓。